一支射程70公里的狙击枪能做什么？海马斯能告诉你答案。在当今的俄乌战场，乌军最喜欢的武器或许就是海马斯了。不跟俄军硬碰硬搞偷袭，发挥海马斯高机动性和高精确的优势，打了就跑，安全性拉满不讲，精度也准得一塌糊涂，打了就中，中了就跑，极限零换一。偏偏俄军还没什么办法，自家的弹药库和补给库被炸得一干二净，这搞得俄军患上了海马斯恐惧症，随时都要担心自己头顶会不会出现一枚炮弹。同时，海马斯抵达乌克兰之后，原本出现劣势的乌克兰兄弟又重新站了起来，开始与俄军僵持，甚至夺回已经被俄军拿走的土地。这一切的功劳，火力军认为都是海马斯或者说是制导型火箭弹 GMLRS 的功劳。美国给乌克兰兄弟送去了2种弹药，一个是 M26 这种普通火箭弹，40公里射程没啥可说的，另外一种 M31，这也就是 GMLRS 火箭弹，70公里射程误差在3米左右。作为战场上的大杀器，火箭筒有一个天然的劣势，那就是精度不行。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各种军演，一门火炮发射的炮弹数量虽然多，但是弹道各不相同，甚至说用眼睛都能看出来。火箭弹飞行10几公里、20多公里之后，精度烂的都没法看，误差最大的时候能达到1公里。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直升机或者固定翼飞机发射的空对地火箭弹上，让火箭弹打兔子，偏偏去揍旁边的鸡。所以当时的火箭炮基本上都是火力覆盖，用炮弹离地。运气好的话，一波火箭弹下去，任务就完成了。但是运气不好，对面可能还有一大半的有生力量。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对于这种拼运气、精度奇差的火箭炮并不感兴趣。到了80年代之后，技术进步了，无制导火箭弹的精度算是提高到了一个勉强可以忍受的地步。美国陆军这才接收了 M270 型火箭炮，但是有效射程也就4-5公里。当然，最大射程肯定比45公里更远，只是再飞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精度会越来越差。为了解决火箭弹在远距离上的精度问题，制导系统和控制系统就成为了首要选择。只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制导系统很麻烦，而且还贵。那个时候的制导还需要依靠陀螺仪来实现，而且当时陀螺仪是机械式的，不仅自身的体积大，还要消耗电力，价格更是贵到怀疑人生。就算是有钱任性研制装有陀螺仪的制导弹药，但是使用也很麻烦，在发射前要校准基点，手工设置弹药，这对于停车就打的陆军炮兵部队来讲就是个废柴。直到卫星导航技术以及微机电系统出现，火箭炮的制导才算真正走到了正轨。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这种简单制导技术的就是俄罗斯，300毫米远程火箭炮系统就是用陀螺仪结合燃气喷射式弹道控制系统，改善大口径火箭弹的远距离精度，再结合莫敏弹等精确子弹药，大大提高了火箭炮在炮兵中的地位。美国在微机电技术和卫星导航系统这方面的技术就不用火力军解释了，俄罗斯既然能整出来，美国就能整出来更先进的。美国的 GPS 和惯性制导系统最大区别就是它基本上不需要在阵地上做好预先的调零，只要接通电源2-3分钟之后，火箭弹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然后再输入目标的坐标，火箭弹就可以自己计算出一套完整的制导方案，完全不需要士兵过多的操作。有谁会拒绝这么一种操作简单、射程远、精度高还便宜的火箭弹呢？当然没有，就连美国也在不断的改善自家的火箭弹，制导型227毫米火箭弹的有效射程也在不断提高。21世纪初的时候，美军就装备了 GPS 制导的 M30 火箭弹和 M31火箭弹，都被列入了制导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中，也就是 GMLRS。俄乌战场上的海马斯用的就是 M31火箭弹，射程70公里，增程型的 GMLRS 更是达到了150公里，基本上可以当作短程地对地导弹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 GMLRS 与俄罗斯的不太一样，俄罗斯是采用燃气喷射弹道控制方案，就是在导弹的头部增加一对小型的气动控制面，
很明显，这种方式要比俄罗斯的方案高级，一方面可以增加一点升力，提高射程，另一方面就是可以更精准地控制飞行姿态，调整落点精度。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火箭弹要比俄罗斯的精准度更高。当然了，如果按照传统导弹的概念，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的制导型火箭弹，基本上就算是一种地对地导弹，毕竟它拥有完整的结构，比如发动机、战斗部、导航控制系统。但是因为它射程要比真正的地对地导弹更近一点，而且价格还更便宜，一般都是直接配置在陆军炮兵部队中使用，所以人们还是将它归于火箭炮、火箭弹的范围。在火力军看来，对于现代战争而言，这种制导火箭弹比地对地导弹更重要，因为它价格便宜，随便用，这就提高了战术部队的灵活性。以往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才能达到的目的，现在一轮火箭弹就完成了。在精确制导火箭弹服役之前，如果士兵遇到了高价值目标，基本上就要使用导弹或者给航空兵打电话请求支援。只是战场上的机会转瞬即逝，等到航空兵开着飞机抵达现场之后，局势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毕竟作为一个高价值目标，身边有几个保镖也很正常，而且航空兵也不是随叫随到，放一个3等人的鸽子那还不是轻轻松松。但是有了火箭弹之后，美国陆军随便召唤，毕竟自己编制内就有制导火箭弹。在阿富汗战场上，美国特种兵甚至呼叫发射制导型227毫米火箭弹，打击距离自己只有10几米的目标。这样的性能可不是我们手机里那种 GPS 芯片就可以实现的。GMLRS 火箭弹使用的是军用的 GPS 信号，而且信号功率越强，打击精度就越高。就比如美国参与的历次局部战争中就出现过，只要美军发动精准打击，当地上空的 GPS 信号就会增强。这点美国航天部队自己也承认了。在美国军队中，无论是炮兵还是航空兵部队，在发起精准打击之前，都要向 GPS 运行操作部队申请信号增强。双方商定好实施打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精确协同，保证作战行动的高效精准。而且这种的时间间隔基本上都是精确到以小时计。如果没有美国军事航天部队的支持，一样的精确制导弹药，其威力就会下降一部分。就比如美军的小直径炸弹，在美国空军公开的数据里精度是3米，但是韩国空军在展示同样类型的弹药时，给出的数据就变成了11米。这就是有大功率信号支持和没有的差距。当然了， GPS 制导这事儿不难，难的是找到目标的 GPS。 在俄乌战场上，美军宣布给实时战场信息，其实也相当于实质参战了。言归正传，回到火箭弹这个话题，实际上像 GMLRS 的这种精准制导的火箭弹，可以说是火箭炮的发展方向，距离更远，精度更高，从之前的面覆盖转变成点打击，这点在当今的俄乌战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火力军应该很早就已经说过了，现在的俄乌战场跟我们想的现代化战争完全不一样，反而是跟二战时的模式差不多。双方火炮对射，地面步兵之间的对决则已经不是主角。在这个阶段，远距离火力投射才是武装部队的必备能力。但是在北约国家中，远距离火控主要还是由空军部队来提供。俄乌战争之后，北约国家就开始更倾向于地面部队拥有远程打击武器，而不是在战场上依赖空军的支援。毕竟空中的援助并不是随叫随到，如此一来，地面部队的火力和灵活性会大大增加。于是远程精准制导弹药就成了香饽饽，德国也打算参一脚。欧洲导弹集团德国 EGS 和克劳斯马菲韦格曼也打算为德国的武装部队开发一款新型弹药，各位也可以叫它未来远程间接火力系统。按照德国的意思， GFSM 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用于摧毁敌方的指挥所、弹药库等重要地区。作用这方面基本和海马斯一样，毕竟都是远程打击系统。GFSM 的制导也极为先进，普通的火箭弹是没有空中机动能力的，所以弹道是可以预判的。在德国的设想里， GFSM 可以空中改变方向，不管后面能不能成，反正结果是德国正在往精准制导火箭弹的方向走。
同时，波兰也在向这方面靠拢，也就是 Homer 计划，购买美国的先进海马斯系统，用于防范威胁日益增强的俄罗斯。自家的武装部队在本土就可以打击敌方领土深处的目标。芬兰则是购买了 GMRLS 的增程型 ER-GMRLS， 预计2025年开始交付。可以说，精确制导型的弹药就是未来火箭弹发展方向。从这方面看，未来战场的模式或许也会变成信号战，干扰精确制导弹药依靠的 GPS 信号，而且这实际上确实可行。GPS 信号是相当脆弱的，卫星从距离地球2万多千米的地方发射信号到了地面上，强度已经非常微弱了。只要在合适的方向上发射更大功率的干扰信号，就可以让接收机完全无法工作。而且 GPS 信号是在不断传播的，虽然用于军事的 M 码和 P 码都是有密码保护，但是通过长期跟踪和采集，还是能够制定干扰方案的。美国军方自己也知道 GPS 的关键性和脆弱性，因此提出了导航战和概念，其中包括攻与防2个方向。攻的方向是要在具体的战场上阻止对手使用卫星导航信号，包括 GPS、伽利略、格罗纳斯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就是干扰。另一方面，还要想办法防止对手阻碍美国军方对于 GPS 信号的使用，具体的方式当然是抗干扰。抗干扰的手段比较多，包括天线设计、算法设计、卫星多波束设计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从哪里发起干扰的问题。抗干扰的一种方法是，信号如果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从侧面来的，那么它很可能就不是真信号。假如同样是从天上来的，那么接收机就很难判断。所以用无人机来携带大功率干扰机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作为信号发射源的无人机很容易被敌方电子对抗部队发现和摧毁，但是兵贵神速，用低成本干扰机破坏敌人军事行动可以收到巨大的军事效益。特别是当火箭炮已经准备发射，箭在弦上的时候，如果 GPS 信号突然消失，甚至可能导致敌军整个作战行动失败。这种干扰不仅仅可以用来抗击精确制导弹药，还可以用来阻断敌方陆海空3军航空兵的精确弹药投射行动，有效降低美国巡航导弹的命中率。不过目前为止，美军还没有在导航战这个领域遇到什么对手。俄罗斯尚且没有真正和美国来一场大打出手的战争。伊朗一度宣称自己曾经干扰了 GPS 信号，诱捕了美国的无人机，但是以伊朗的电子工业技术水平，这样的说法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才能够确认它的真实性。现在我们回到火箭弹这个话题上来，如果我们把 GMLRS 看作一种导弹，那么这是迄今为止产量最大的地对地战术导弹了，而且因为它价格便宜，供应充足，可以容纳的子弹药类型丰富，美国陆军会在今后的战争当中更加肆无忌惮的大量使用。目前 GMLRS 火箭弹当前有2种型号，为一体化制导和可替换制导。作为美国陆军的主力攻击武器， GMLRS 火箭弹从服役至今一直保持着优秀的记录。不过目前来看，美国陆军还是觉得 GMLRS 火箭弹的射程有些太小了，不能在战场上达到更加灵活的战术目的。虽然海马斯和 M270 都拥有使用300公里 ATACMS 近程战术弹道导弹，甚至之后还将具备使用499公里的 PRSM 近程战术弹道导弹的能力，但由于 ATACMS 和 PRSM 都是2款真正意义上的近程战术弹道导弹，它们的实际造价都远超一般的无制导或制导火箭弹。因此，如果想要在战时用 ATACMS 和 PRSM 这种近程战术弹道导弹来彻底替代普通的无制导或制导火箭弹，那显然对美军而言是不太现实的。因此，对 GMLRS 火箭弹进行改造升级势在必行。为了增加原本火箭弹的射程，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对其火箭发动机进行扩大尺寸的操作。另外，必须要注意的是 GMLRS 火箭弹的口径和弹体长度比较小，这虽然有利于发射车设计，但却严重限制了火箭弹的射程。如果按照传统的概念想要升级射程，最主要的就是 GMLRS 火箭弹的尺寸问题了。但是美国不是，
按照美国的说法，每个发射装置仍将包含6发弹药。为了使射程扩大1倍，并且不减少战斗部的杀伤力，洛马公司利用了技术上的进步，并略微增加了火箭发动机的尺寸，同时采用了尾部控制技术。与 GMLRS 制导火箭弹相比，新一代的 ERGMLRS 远程制导火箭弹配套了一种全新研制的大推力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使其射程能够提升到150公里。同时 ERGMLRS 远程制导火箭弹也继续使用惯性制导加 GPS 制导相结合的制导体制，具备命中精度小于10米的水平，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实用。就比如最近美国陆军从洛马公司接收了首辆升级款的 M270A2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与 M270 基础版相比， M270A2 拥有相似的设计布局，采用同一底盘结构，但安装了加固装甲，并且搭载了射程150公里的 ERGMLRS 版火箭弹。总的来说，火箭弹精度越来越高，射程越来越远是肯定的。就比如在当前的俄乌战场，万炮齐发，用火箭炮洗地的模式早就过时了。俄罗斯的多管火箭炮其实无法精确摧毁一个个坚固火力点，同时火箭炮对那些地下掩体和钢筋混凝土碉堡效果也不好。齐射火箭炮虽然看着非常壮观，但是能够精准命中敌人堡垒的火箭弹却是寥寥无几。不过这也跟人有关，对于俄军而言，就是打完一定的数量，然后准时下班。如果未来能解决隐蔽性的问题，防空反导也都是火箭炮能干的活。毕竟发射箱的集成能力和模块化可不是说说而已。各国可以根据作战任务和目标类型配装多种导引头。改造后的火箭弹具有广泛的平台和军兵种适应性，可以配用于各种武装直升机、固定翼飞机以及无人机平台。精度制导火箭弹也可以用在各型直升机上进行载机发射，用于空地攻击。其优势是可以利用速度和高度优势，在短时间内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大大提高了打击命中率，从而填补了无控火箭弹与空地导弹之间的空缺，提高作战效费比。可以说，火箭炮就是万金油，反导、防空、反坦克都是它。上战场的时候直接带着火箭炮就行，榴弹炮、防空高炮这种发射炮弹的放在仓库里吃灰就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海马斯与 M270 携带的 GMLRS 能在俄乌战场上起到什么作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视频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